好，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个类别内制定属性资料验证。那这个是什么呢？前几节课我们都用这个标签的形式来做这个栏位不管是栏位还是这一个类别里面栏位互相的资料验证。但很多时候我并不想写这么多单一或者是只有2个用途的这个标签，那这样就会这里有很多标签，但是其实就只有那1-2个人去用到它，会觉得有点多余占空间。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就是我可能会把这个验证资料逻辑写在这一个比如说我这边资料传进来之后，我可能把验证写在这里，比如说if这一个 news 点 data type 大于这一个 news and type， 我可能把一些验证逻辑写在这边。但是这样子的习惯是不好的，因为你这边还有很多其他，比如说资料处理的逻辑，或者是其他3页的逻辑，那前面有一段验证逻辑，就变成说你这整段非常多的不同的逻辑混合在一起，那这样子你以后在维护上就会比较不这么方便直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想要把验证逻辑写在哪里呢？第一个可能就是把它写在这个资料标签这里，或者是我们就直接把资料验证的逻辑写在 DTO 里面。那其实 DTO 本来就是在做一些资料上的处理，所以我们把资料验证逻辑写在这里面也是非常合适的。也就是说，今天我资料有任何的问题，我今天要维护的，我就直接进去这个 DTO 看，就可以去写这个资料的逻辑，就会非常直觉，你不用在这一个其他逻辑里面去找你资料验证的逻辑在哪里，你以后上的维护就会变得非常的清晰。好，那要怎么样把资料验证逻辑写在这里呢？我们要先继承一个东西，好，就是继承这一个。好，那继承这个东西就会有实作的界面要去实作了我们这边把界面给实作出来。好，那这边的话我就直接 copy。那这一段程式就是我们上2节课所制定标签写的逻辑，我就直接全部搬来这里。什么逻辑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验证这一个新闻标题有没有重复的逻辑，我这边写在这里，一模一样的，是跟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好，那第二个我们要验证的就是开始跟结束日期，开始日期不能大于结束日期，我把它写在这边。好，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我刚刚拿掉了，那这个也可以拿掉了。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都把这个验证逻辑写在里面。那写在里面要取参数也非常简单，比如说我今天要比对这个新闻标题其实它就是它这个类别里面的一个参数所以我也不用把什么值传来传去。那要比较这个类别里面2个参数当然就是直接从上面把它拿下来就可以进行比较了。那唯一不同的地方，这边回传的是一个复数的验证结果，所以说我们今天这边复数的回传结果，我就要用这个 YIELD 然后 return， 这样就是可以回传复数的结果的一个写法。也就是说，今天你这个资料验证有1个以上的错误的话，其实它可以同时的把它丢到使用者端，让使用者看到说你目前总共同时存在几个错误，所以它这边会需要是一个复数的回传结果，总不能每次只验证一项吧，所以这边会一同验证说你现在的资料有哪些是错误的。那所以说我们这边就写完了这一个，那这时候我们再来按一下执行，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验证程式有没有成功的运作。好，第一个我们要验证的是这个标题，所以我标题会写一样，然后这边内容就先随便乱打，接着开始日期大于结束日期，好，我就按下送出。好，有没有看到这个时候2条的错误提示讯息都同时显示出来了，代表我们这一个写法是正确的。但这里会有一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还记得我们之前的这一个提示讯息是在这一个新闻标题的下方，但是现在跑到上面就变成使用者可能要看，觉得好像离得有点远，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个栏位错了这样子会造成使用者不便。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个提示讯息放回原来的下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 view 里面的这个结构。好，那上方的提示讯息其实就是这一个，那如果你不想放上方的话可以把这个提示讯息看你要搬到哪里。那下方的提示讯息其实是写在这里，它就是放在栏位的下方。那但是今天因为你是
用这样的方式去写，所以这里去回传的提示讯息，它会统一归到上面的这一个，而不会归到下面这个。那如果你是用这个标签的，你放在这里，它就会回传到这里。那这个是它的一个机制。那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用这样的写法，我要怎么让它回去自己个别的栏位？比如说这个标题的 title 的这一个，我想要让它显示在这个位置，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去写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再加一个参数，告诉它这一个提示讯息要去哪里。好，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新闻标题，我们觉得我们要让它显示在 title 这一个栏位的这个标签验证标签的提示的这个位置，我们只要在这边明确的告诉它这个是 title 的错误提示。好，那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开始日期不可大于结束日期应该也是要放在开始日期的这个栏位下方，所以我们这边也可以把它移过去再加一个参数，告诉它应该显示在开始日期这个栏位的这里。好，这个时候我们再存档，我们回到画面，有没有看到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上面这个位置了，而是在自己我刚刚设定好的那个栏位下方显示出这个提示的讯息。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算写在里面，我们也可以用指定的方式让我们的提示讯息到我们想要的位置上面，而不是最上方。好，但是今天这样写其实又面临到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逻辑其实跟这一个这是新增的一个验证资料逻辑，其实跟这一个编辑的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把它写成一个标签，变成说我们就没办法两边都套。我们变成，因为我已经写在它下面了嘛，那这边是不是自己又要写一套？但是这两套的资料验证逻辑其实差不多，那我们写两套就变成以后要改同时要改两个地方，那这样也会造成维护上的困难。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用抽象化的方式去写，就可以不用同时维护两个地方，增加你后续维护的麻烦。那如果有人想要知道这样要怎么写的话可以留言，或者是我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再回来提到这个要怎么样去写。那今天这边我们就先教一个基本的概念。好，那今天的这一个影片在 DTO 内直接去做资料验证的这个教学就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